而惊讶地发现敌国的车辆竟来到了自家的门外。Mademoiselle, votre maison a été réquisitionnée pour loger une officier allemand。原来在二战初期，德军便强行占领了法国，于是为了给他们的上尉寻觅一处临时的栖身之所，敌军竟看上了祖孙俩的房屋。也尽管他们满是愤懑与抵触，可在敌军的强权压迫之下，他们却又无可奈何。而更令人痛心疾首的是，在一番挑三拣四之后，敌军竟相中了安妮父母曾居住过的房间。C'est impossible, c'est la chambre de mes parents. Elle est donc disponible。而安妮之所以如此不愿，只因这间屋子是安妮与父母最后的羁绊，也是她寄托哀思的唯一港湾。纵使双亲早已因战火离世多年，可她仍旧会坚持每天擦拭尘埃，让房间保持着父母生前的模样。而每日更换的鲜花与父母的相框更是得摆放的有条不紊，仿佛这样时光就不曾从他身边带走什么。然而他精心守护的这一切却被敌军的到来给无情的踏碎了。纵使心中的愤懑早已汹涌澎湃， Celle-ci sera très bien。可却也只能束手无策地眼看着，而唯一能做的便是带走那张承载着记忆的照片和那束他精心挑选的鲜花。不多时，上尉的行李便被一一抬了进来，而这也就意味着自此以后，他们将不得不与一名敌军侵略者同住一个屋檐之下。或许是由于国仇家恨郁结于心，亦或许是满腔的压迫感无处排遣，今年的法国竟超乎寻常的寒冷，即便戴维在熊熊燃烧的火炉旁，却仍旧感受不到温暖。晚餐过后，安妮如往常般端坐在钢琴前，当指尖轻轻触及琴键的刹那，悠扬的旋律便顷刻在房间回荡开来，仿佛连跃动的炉火也听懂了旋律，随之而翩然起舞。而与此同时，德军上尉已悄无声息地驱车而至，只是在下车的刹那间，便已被这首巴赫的前奏曲所吸引。他屏息凝神，步履轻缓，唯恐一丝杂声便会惊扰了这潺潺流淌的琴音。他缓缓地推开房门，可随着他身影的出现，原本流淌的琴音却骤然停歇，仿佛连空气都瞬间凝固了。此刻，惶恐与愤懑在他们的心中交织，可却也只能用无声的抗拒来表达心头的不满。然而让他们出乎意料的是，这位军官并非想象中的那般粗野蛮横，反而举手投足间尽显儒雅风范。Je me présente. Je suis désolé. Ma présence ici, naturellement nécessaire. 而军官也敏锐地察觉到了自己并不受欢迎，纵使他表现得再温文尔雅，却也抹不去那身为侵略者的事实。即便他们已是战败的一方，祖孙俩却依然坚守着最后的尊严。面对他们的冷眼相待，维也纳上尉非但没有恼羞成怒，反而报以更为真诚的尊重，因为他比任何人都更懂得战争的残酷。于是每逢与祖孙俩相遇时，他总是会竭尽所能地以礼相待。J'aimerais que la vôtre eût été aussi bonne. 不仅清晨会向他们立正行礼， Bonjour. 就连夜晚归来，也定会轻声道上一句晚安。Bonsoir。并且除了早晚的问候之外，在闲暇之余，他还会主动关切起祖孙俩的起居冷暖。Que le temps va changer. Avec le grand marais. 可安妮心中的芥蒂并未因此而消散。这天，安妮如往常般前往小镇领取食物。在这个兵荒马乱的特殊时期，所有粮食都被德军牢牢掌控，而普通民众只能按规定排队领取那仅够果腹的少许口粮。可当他领完食物准备返程时，却无意中发现原本锁好的自行车竟不知何时不翼而飞了。万般无奈之下，他只好徒步往家走。可这段路程远非想象中的那般轻松，才走了一半，双脚便已酸痛难忍。而正当他想要稍作歇息之时，维也纳的车恰巧从此处经过。他热情地邀请女孩上车，想要送她一程。可当他彬彬有礼地打开车门时，女孩却视若无睹地转身离去了。面对这个侵占过自己祖国山河的敌人，哪怕步履蹒跚，他也绝不接受这般虚伪的善意。于是当安妮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家时，她的双脚早已磨出了血泡，但她并不后悔自己的决定。而当维也纳踏着暮色归来时，她仍旧保持着那份礼貌向祖孙俩问安，而回应她的也依旧是一片漠视。 Pourtant, je perdu mon père moi aussi. Quelle est la famille française ou allemande qui n'a pas eu un mort par la Grande Guerre? J'ai beaucoup de respect pour les gens qui aiment la patrie. 可听到这里时，安妮竟从这个敌国军官的身上意外地感受到了一丝共鸣。可横隔在两人之间的国仇家恨，却让他们又只能止步于欲言又止的沉默之中。而就在此刻，祖父突然提出想要听孙女弹琴，可安妮却斩钉截铁地拒绝了。她无法容忍自己最喜爱的旋律成为敌军耳中的消遣，于是她当即决定从此不再弹琴。次日黄昏，安妮在返回家的途中偶然遇见了一直倾慕于她的表哥。为了避免双脚再次起泡，安妮搭上了他们的顺风车。可与维也纳上尉的温文尔雅相比，这两人那猥琐的目光几乎如影随形地粘在他的身上，令他如芒在背。可当维也纳的身影不经意间浮现在脑海时，他的嘴角竟又不自觉地泛起一抹笑意。不知从何时起，维也纳每日的晚安问候竟已成为了他习以为常的事。
但这一次却格外的奇怪，维也纳没有像往常般出现在客厅，而是直接返回了房间。未曾听到那声熟悉的晚安，安妮的心头竟泛起了一阵莫名的失落。所幸片刻之后，熟悉的敲门声再度响起，而映入眼帘的是换上了常服的维也纳。这一次，他鼓起勇气想要留下取暖。Ma chambre est très froide. Si vous me permettez, je pourrais me chauffer quelques minutes à votre feu. 祖孙俩虽依旧以沉默回应，但却似乎少了些许先前的敌意。于是他小心翼翼地来到了炉火旁，而温暖的火焰让他不禁想起了自己遥远的家乡。身为军人世家的子弟，他这才被迫披上戎装，踏上这条路，从来由不得他自己做选择。随后他缓缓挪步到书架旁，脱口而出一个个法国文豪的名字，字字句句都似乎在述说着对这片土地热忱的喜爱。而后他又一步至钢琴前，他坦言自己在当兵前曾是一个作曲家，而安妮那日弹奏的巴赫前奏曲正是他毕生挚爱的乐章。他深知安妮同样钟情此曲，可在这国仇家恨的天平之上，这份难得的知音相惜的情愫，在此刻却显得是那么的渺小而苍白。翌日清晨，维也纳无意中遇见了摔倒的孩童，但他非但没有视而不见，反而是亲自将其护送回了家。而这温情的一幕恰好被安妮尽收了眼底。此刻他坚固的心房似乎也被维也纳的善良轻轻触动了。于是为了探寻维也纳说过的每句话，他特意找到了邻家的男孩再次询问。 En fait, qu'est-ce qu'il t'a dit le monsieur allemand la dernière fois que t'es tombé? Que c'était pas grave. Bon, allez, viens. 或许连他自己都不知道，有一种情愫正在他的心底开始悄然萌芽。每当夜色渐浓时，他的目光总会不由自主地飘向门扉。若维也纳迟迟未归，担忧便会不自觉地萦绕上心头。可当真见到他时，他又会开始手足无措，心跳加速，仿佛那声简单的晚安已然占据了他全部的心房。此时此刻，两人虽近在咫尺，可却又仿佛隔着一道无形的屏障。维也纳轻声告诉安妮，他喜欢大海，因为那无边的蔚蓝总能给他带来内心的安宁。可他的字里行间却又仿佛涌动着另一种比海洋更为辽阔的心事。Je suis très heureux d'avoir trouvé ici Digne et une demoiselle silencieuse. 然而一旁的祖父那睿智的目光仿佛早已看透了一切。维也纳说完便缓步离开，而临走前仍不忘轻声道句晚安。然而他却殊不知，此时的安妮早已被泪水模糊了眼眶。她强撑着表面的云淡风轻，可内心却已掀起了惊涛骇浪。自那以后，安妮开始在意起了自己的仪容。她不仅整了一个时髦的发型，还换上了母亲生前最珍视的长裙。此刻的她举手投足间尽显成熟优雅。她知道每到圣诞佳节之际，爷爷都会去参加弥撒聚会，于是她的精心装扮只为等待维也纳的归来。当熟悉的脚步声响起，她缓缓来到了钢琴前。Faut jouer le prélude de Bach. C'est le plus beau, le plus pur. 并奏响了那首安妮最爱的巴赫前奏曲。悠扬的琴声顿时充盈在整个客厅，时而如惊涛拍岸，时而似夜莺啼唱，仿佛每个音符都被赋予了生命，也宛如那冬日暖阳般悄然融化了安妮的心房。一曲弹罢，维也纳情难自禁地走到了安妮的身后，望着她那如雪般洁白的脖颈，他抑制不住地想要将其揽入怀中，可最终却只能将颤抖的双手放在了椅背之上。满腔的话语在胸中翻涌，可出口时却只化作一句 Je vous souhaite une bonne Noël. 他们同处一个屋檐之下，也早已心意相通，可他们却比谁都更清楚，有些爱意只适合藏在心底，有些心动也注定无果。待到维也纳的脚步声远去，安妮鬼使神差地来到了他的房间。她捧起心爱之人的围巾，贪婪地感受着上面残留的余温，而当目光触及桌上的家书之时，难以抑制的好奇如野草般疯长。于是他轻轻打开了信件，一心想要探寻维也纳的全部过往。紧接着他缓缓躺在了他睡过的床榻之上，而这里似乎弥漫着一种独特令人沉醉的气息，使他不由得为之深深着迷。当他抱紧枕头的那一刻，仿佛将心爱之人也拥入了怀里。直到屋外传来了汽车引擎的轰鸣声，他这才猛然回过神，急忙准备离开。他手忙脚乱地把信封放回原处，可关门时带起的一阵风却不慎将他扇落在了地板之上。而不出所料，维也纳一眼便发现了这封被动过的信件，而屋内那些若有似无的微妙痕迹也无声地证明着他曾踏入过这里。于是第二天，趁着安妮去镇上买鱼的空档，维也纳便在商店外静静地等候着他。他似乎想要得到一个明确的答案，而当安妮望见他时，也顿时变得紧张。他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一步一步地朝着维也纳走去，可越是靠近，安妮就越是慌乱，导致手中的鱼筐也不慎摔落在地。而四目相对间，他们不仅没有只言片语，就连俯身捡鱼的双手也在即将触碰时悄然错开了。看着安妮疏离冷漠的神情，以及她毅然决然的转身，或许终究是自己一厢情愿罢了。可当安妮回到家时，没曾想那位觊觎她已久的表哥竟早已在屋内等候多时。
他想邀约安妮出门幽会，可安妮却毅然决然地拒绝了，而这也彻底激怒了表哥。那份爱而不得的执念在胸中翻涌，让他的行为也愈发的失去了分寸。还好这时维也纳正好驱车归来，并隐约听见了屋内的动静，这才及时遏制了这场即将失控的闹剧。只是望着安妮惊魂未定的模样，维也纳并没有留下只言片语，而是径直地回到了房间。他比谁都清楚，他们之间早已隔着万水千山，既然结局早已写定，那么不如从不曾开始。不久之后，邻居突然找到了安妮。Pourquoi? Qu'est-ce qu'il y a? Est-ce que tu serais d'accord pour t'en occuper si quelque chose nous arrivait à Louis et à moi? Mais tu dis ça, qu'est-ce qui pourrait vous arriver? J'ai besoin d'une réponse. Oui. 而安妮的心中也早已猜出了个大概，因为她发现邻居总是会将一盆天竺葵放在窗台，可不久后又会取下，而这次邻居的字里行间更是透露着一种弦外之音，仿佛一场更大的风波即将来临。果然不出所料，在一个万籁俱寂的深夜，安妮刚从洗手间出来时，耳畔突然传来了屋外的细碎声响，她蹑手蹑脚地靠近窗边，这才发现原来竟是一名爱国者，将一枚炮弹偷偷地安装在了维也纳的汽车底部。他心头一紧，急忙踉跄着跑上了楼梯，并一路冲到了维也纳的门前。可正准备敲响房门时，他却又突然迟疑了，一边是刻骨铭心的家国之恨，一边是少女对爱情的纯粹向往。在几番挣扎过后，他最终还是选择了默默离开，因为在国家大义面前，个人的儿女情长终究是微不足道。然而这个选择却像一根无形的刺，正是有若无地刺痛着他的心扉。这一晚，安妮注定无法安然入眠，放心不下的她只得在窗前默默守候，直到第二日晨曦，德军突如其来的动静将她惊醒，一股莫名的惶恐瞬间如潮水般涌上了心头，她的心开始剧烈跳动，就连呼吸也突然变得沉重滞缓，直至听到维也纳下楼的脚步声，她这才急忙飞奔到钢琴前，并迅速奏响了那首巴赫的前奏曲。终于，在琴声袅袅响起的那一刻，维也纳出门的脚步应声而至。他满心疑惑地走到女孩面前，因为自他初次入住这里之后，他便再也不曾听到过安妮的琴声。此刻的琴声让他不禁以为是女孩终于对自己的情意有所回应。然而他不知道的是，女孩的这番举动竟是在护他周全。Lassen Sie den Motor anspringen. Der kommt dann schon. 随着一声震耳欲聋的爆炸声骤然响起，维也纳终于恍然大悟。而安妮那颗悬在嗓子眼的心也在此刻如释重负般的落了下来。维也纳在这场劫难中捡回一命，可他的德军同胞却未能幸免于难，两人隔着火海四目相对，那看似近在咫尺的距离，在此刻却又像是隔着无尽的光年，遥远的令人绝望。而很快真相便水落石出，他们查出了此次事件的始作俑者正是一旁的邻居夫妇，而等待他们的终将是无力回天的结局。只是可怜了他们的孩子，转眼间便成为了形单影只的孤儿，而安妮也履行了承诺，收养了这个孩子。但为了让这个可怜的孩子有一个完整的家，安妮还是决定再试一次。可当她来到德军的占据地时，却被森严的守卫无情地拦下了。而维也纳在熙攘的人群中，一眼便捕捉到了安妮的身影。他深知安妮此行的用意，也读懂了她眼中交织的期盼与恳求。可自己只是一名人微言轻的小军官，纵使有满腔热忱，也终究力不从心。他们都背负着各自的身不由己，却也怀揣着各自必须要坚守的信念。夜晚渐深，安妮仍旧静坐在客厅里，仿佛在等待着维也纳的归来。然而她并不知道，这一次维也纳是来告别的。Je m'en vais. Je demandais de partir sur le front russe. Mais là-bas, il fait moins 40. Nos soldats ne peuvent plus. Je mets en route ce soir. Je vous souhaite une bonne nuit. Adieu.此去前路凶险，注定九死一生。安妮虽始终沉默着，可脸颊滑落的泪水却早已将她的不舍与担忧暴露无遗。一想到往后再也见不到维也纳，积压在心底的爱意瞬间如潮水般翻涌，她再也按捺不住，急忙起身追了出去。她有满肚子的话语想要对心爱之人诉说，可当对上维也纳那双盛满深情的眼眸时，纵有千言万语，最终却只化作一句Dieu。虽说安妮第一次与他开口说话，却也是最后一次说话。在这段特殊的感情里，他们的爱仅仅只有一句话，没有相拥的温暖，也没有蜜语的缠绵，只有在目光交汇中燃烧的爱与痛。即使结局注定分离，但那份深藏的情感早已在彼此的生命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后来，安妮踏进了一个神秘的房间，并在窗台放上了一盆天竺葵，而这正是爱国组织的暗号。天竺葵原本是象征着浪漫的花朵，然而在残酷的战争面前，却没有浪漫，只有那极度隐忍的克制和爱而不得的悲伤。而本该汹涌澎湃的爱意，却深沉而安静地沉入了海底。那圣诞夜倾诉的乡愁，那在爆炸前拯救生命的琴音，和那诀别时刻凝练成永别的万语千言。在仇恨与敌视的世界里，安妮与维也纳用音乐、眼神和最后的告别，完成了灵魂的相认。他们的爱情没有未来，但却比战争更为永恒。原来真正的爱如深海般沉静，却又比任何言语更加的震耳欲聋。
深埋深不白。